这期节目，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何利用这个 Hermes Agent 进行群聊。我们使用这个 Open Web UI， 它有个聘到功能，我们新建一个聘到，然后在这个聘到里边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个 Agent 在这里一起进行群聊。比如说，我们先来一个主题，让它写一篇300字左右 Hermes Agent 的这个科普文章。我们先把这个任务发给这个主 Agent。我们直接艾特它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点开这个回复，右边就显示了这个他们回复的这个消息。我们看这个主 agent 的 Hermes， 他现在正在思考，然后他现在已经把这个任务生成了，看到他认为这个任务比较适合 Mila， 把这个任务的这个详细的信息都已经生成出来了，包括这个输入，还有这个形式格式的一个要求，还有这个工作目录。然后呢，我们直接艾特 Mila， 然后不需要说任何的信息，直接艾特就可以， Mila 就可以直接读取这个上下文，他就知道他应该干什么。我们看很快 Mila 已经输出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把这个输出的结果保存在了这个项目目录底下，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内容反馈给我们看不到我让他直接把内容发给我们来看一下。在 Mila 发送这个文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时让这个 Hermes 主 agent 来验收一下，看看这个 Mila 写的这个文章符不符合我们这个发送给的这个要求。我们看到 Mila 已经把他写的这个文章发给我们了，这个字数看起来应该差不多，但是它没有标题。我们来看一下，让他给我们补充一下标题。同时我们也艾特一下主 agent， 也提醒一下他，等我检查的时候让他注意一下这一点。我们看到上面这个主 agent 他对这个文章验收完毕，然后逐条都有一个验收的一个打勾。我们看到这个 Mila 已经给我们补上了标题叫 Hermes Agent 给你的电脑配一个会动手的 AI 搭档这个标题还可以。然后这个主 agent 也给出了这个标题的验收结论。他说这个与开篇 hook 一脉相承，语气与全文科普调性一致这个也通过验收。下面我们让 Mila 来把这篇文章完整的输出，包括这个标题，然后我们直接艾特 Mila 就可以了。让我们准备下一个问题他输出之后，我看他有没有保存到本地我看到他很快就把这个文章全部给我们输出了，他没有说有没有保存到本地，那么就问他一下，看他有没有把这个 MD 文件保存下来。他回复这个 MD 文件已经保存到这个工程目录底下一共10行。然后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进入这个工程目录，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文章，我们打开来看一下，看是不是他输出的这篇文章我看到这里边总共是标题其实是11行，然后这内容我们看应该没问题，就是刚才它输出的这个内容。Open Web UI 这个聘到功能还是比较好用的，然后我们可以让不同的这个模型在里面一起来讨论。比如说我们再发起一个话题，比如说我们来问一下离太阳系最近的星系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主 agent 换一个吧，这次问一下 GPT-5， 我们选 5.5 这个模型，我们来看它怎么来回答。然后我们输完之后点这个底下这个回复右边就会出现这个对话的这个窗口。我们看到 GPT 5.5 已经回复我们了，然后我们再问一下这个 Hermes我问他同不同意这个 GPT 5.5 的一个看法，他回复基本同意。然后我们再问他人类有可能到人马座星系吗？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图灵嘛，让图灵来想一想回答这个问题，毕竟他是专家。然后图灵已经回答我们了，我问 GPT 5.4问他同意这个图灵的这个观点吗？看他怎么看。上面都说这个技术上不可行，我们再追问一下，技术上是真的不可行吗？让他们再评估一下，看看效果。我们看这个 Hermes 很快就评估出来结果了他也认为技术上是不可行的。然后我们再问一下 GPT 5.5吧，这个5.4卡在那儿一直没有回复，我估计是网络或者什么原因吧。我问5.5同不同意这个看法。5.5的这个回复也是比较快，很快就给我们了一个回复这个5.4呢，因为一直卡在那儿也没有回复过来，我们就不等它了。我们可以
看到，利用这个 Open Web UI 它这个聘道功能，其实相当于给这个大模型组了一个群组，在这里我们可以针对一个话题啊，利用多个模型的能力进行深入的探讨。我觉得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我们对一个比较有深度的问题进行在这里讨论、探索，做这个头脑风暴。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怎么来配置。上一期我们为了让 agent 之间能够互相这个通信，我们增加了这个他们通信的一个说明，让他们可以自动的进行对话。现在我们把它去掉，然后只保留每个 agent 应该干什么，它的一个职责我们这样的话就是在群组里边防止他们自动去调用。这样的话让他们每个 agent 都保持独立。修改完成之后，然后我们重启所有的这个 agent 就可以了。另外就是 OpenWebUI 它调这个 Hermes 的 agent， 它是通过 API 的方式，所以我们要修改这个它的一个配置文件，就是每个 agent 点 env 底下把这几个配置选项给它放进去。第一个就启用这个 API server， 然后这个 server 的 host 的 key， 这个 key 我们可以随便设，然后端口每一个也都可以随便设，只要不冲突就可以。然后这个 model name 也是可以随便设，我们这个都是跟这个每个 agent 它的这个名称对应起来，这方便我们到时候好对应。这个端口我们也是。然后呢，我们就到这个终端，然后打开每个 agent 的这个点 env， 然后把这5行代码给它贴进去，然后我们保存。保存之后，我们重启这个 agent 就可以了。然后另外3个 agent 我们也同样修改它的这个点 env 配置文件，然后重启这个 gateway 网关服务，然后就可以了。我们回到 WebUI， 进入管理员面板，点设置外部链接，然后我们点这个添加那个加号，点完之后，我们看到上面有 URL。我们这里为什么写 host doc 呢？因为我们这个 OpenWebUI 是在 doc 里面，不能写 localhost， 否则它识别不了。所以我们把 host doc internal， 然后8642端口，然后蜜月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配置的模型，就是也是我们刚才那个文档里面看到，点保存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agent 全部配置进去，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模型这儿就看到了这四个 agent 全部都出现在这里了。然后我们的这个配置就完成了。我们来测试，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有没有连通。我们看到没有问题，然后它也能识别它整个这个团队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看不到聘到这个功能，我们要把它主动开启。我们进入管理员面板，设置通用，然后往下拉，底下有个聘到这个开关，我们再给它打开就可以。我们看打开之后点保存，我看左边就出现了这个聘到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加号进行新建这个聘到了。新建聘到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在这个群组里边进行一个对话，然后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模型的能力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头脑风暴，这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 Hermes Agent 和 OpenWebUI 还是有很多玩法的，欢迎大家一起评论区进行探讨，也欢迎大家订阅转发，下期更精彩，不要错过，谢谢大家。